然福晋，我这么晚来打扰您，实在对不住。福晋，要不我请他进来？请他进来做什么？他爱跪就跪着吧，替我更衣。我知道姐姐不想见我，怨我，但是不打紧。姐姐如果有什么不开心的，就冲着我来吧，千万不要跟爷置气啊。福晋，要不算了，别理他。今晚我看见爷一个人在书房里喝闷酒，喝醉了，嘴里还不停地念叨你，所以我就在想，姐姐是不是和爷闹别扭了，所以才冒昧前来劝一劝。福晋，他太过分了。够了，我跟皇太极的事情与你无关，你回去吧。姐姐，我们都是伺候爷的女人，看着爷借酒消愁，我真是万箭穿心般的难受，所以求姐姐去跟贝勒爷请个罪，服个软儿。我要怎么做，不用你来教我。够了，悠然，你一向聪明伶俐，明辨是非，为何独独这件事情上如此不可理喻？姐姐，算是我求求您了，别再跟贝勒爷赌气了。你说您这又是何必呢？为什么为了一件板上钉钉的事情，苦苦相逼呢？如果姐姐觉得跟额尔赫福晋一模一样的那只耳环还不能说明问题，那姐姐身上和豪格专用剑族一样的波浪形伤口呢？为何您不去追究大福晋，却一直盯着我不放？原来贝勒爷已经将我中箭伤有蹊跷一事跟你说了。我今日并未跟你提起过剑族一事，你是如何知道张悠然的剑族是豪格所用？我不蒙不泰，果真是你！今日悠然怀疑你，我还替你求情。真没想到，你城府心机如此之深，心肠如此狠毒。贝勒爷，不是那样的，你听我跟你解释。好，那我就给你个机会说说看。爷，不关福晋的事，都是奴才的错。之前我向科尔沁部例行通报我家福晋的情况时，偶尔提了一句，科尔沁部来信问要不要帮忙，我竟一时糊涂，也没和我家福晋商量，又没问清楚要怎么帮忙，就私自回信应允了。直到前些天夜里，奴才才知道，科尔沁部竟然派来了杀手。贝勒爷，奴才只是写了2封信，并不知道会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，都是奴才的错。就请爷杀了奴才，放了我家福晋吧！好你个胆大妄为的奴才，竟然打起不悠然的主意了！既然你一心求死，也成全你。安大里在，我拉下去。是。贝勒爷，不蒙不泰，你干什么？贝勒爷，扎鲁特博尔济吉特不悠然，只不过是你养在外庄的小福晋。你放着满府明媒正娶的福晋，连看都不看一眼，一味的专宠那个身份低贱的不悠然。贝勒爷，你实在是有失大体。福晋，福晋，你有什么资格说我的不悠然？贝勒爷，从小到大，人人都夸我是科尔沁第一美女。我出身名门贵族，又能歌善舞。可是如今呢，我深爱的丈夫
只有在他的小福晋不理他的时候，才过来看我一眼。扪心自问，我比他不悠然年轻漂亮，身份高贵。我只求贝勒爷告诉我，我究竟哪里比不上这个不悠然？够了！布尔杰吉特布木布泰，心胸狭隘，阴险善毒，扰家庭和睦，乱夫妻纲常，责令你3日之内离开府上。万万不可呀，贝勒爷！布木布泰和小苏犯了不赦大罪，死不足惜。可您若是休了他，或是杀了他，那便是对科尔沁的极大侮辱。一旦如此，您与我们科尔沁这么多年的筹划，恐怕就要付诸东流了。贝勒爷，求您三思啊！爷，哲福晋所言极是，你与科尔沁联姻事关重大。我现在既然已经平安回来了，就不要让这件事情再扰乱你的苦心谋划了。我苦心筹划经营，就是为了能让我爱的人能够顺遂平安，从此不再被人利用。可是我如今见到你被人侮辱，叫我怎么忍？布木布泰，限你3日之内退回科尔沁部，从此停聘改嫁，不再。爷，金蒙关系事关重大，求爷收回成命，饶了布木布泰福晋这一次吧。月儿，你起来！我说过不要你再跪我，你竟然为了一个侮辱你的人给我跪下！侮辱我是小，金蒙关系是大，求爷收回成命，不然我就不起。你起来吧。我什么都随你。谢爷，谢贝勒爷开恩，谢不悠然福晋美颜。布木布泰，罚你幽禁房中3日，不得外出。小苏僭越惑主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拉下去，杖罚无事。谢贝勒爷开恩，谢不悠然福晋美颜。尔贺福晋，刺客一事，布木布泰福晋的丫鬟小苏已经认罪。爷说，这几日委屈你了。梁伯不过人心啊。
别说委屈我了。委屈我了。下去吧。是。哎，替我解扣子。你又不是没长手，自己解。书都不让我好好看了。你与我怄气这么些日子，也不好好补偿我一下吗？我补偿你？明明是你不讲道理在先，应该是你补偿我才是。好，那我就好好补偿你。有人，你可喜欢我这般亲昵？你可喜欢？
我这般亲。阿生，你别哭。阿生，阿生，阿生，怎么了？没事没事，只是做噩梦。你要去大韩府了。啊？现在几时啊？卯时刚过。你睡得太少了，都怪我，昨天晚上打扰你休息了。胡说！有了你，我才休息得好呢。你再睡会儿，我回来带个礼物给你。好啊。来。福晋，什么事啊？福晋，您的书。福晋，今儿个您是怎么了？从早上起就一直心神不宁的样子。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是这个房子里太闷了吧。奴才陪您出去走走吧。也行，走吧。这房子，不悠然福晋来这梅园之中，想必也是爱梅花之人吧？腊梅淡雅，香味并不浓郁，想来能赢得不悠然福晋的喜爱。果然很好闻，谢谢哲哲父亲。哲哲福晋这2年都偏居在这里。贝勒爷怎么如此糊涂？
竟如此苛待福晋你。贝勒爷怎会糊涂？贝勒爷只是太过重情重义，不愿辜负那个对他最重要的人罢了。不悠然福晋，有的时候我真羡慕你，不为能得到爷的垂青，只为能在这世间得到一个彼此真心相待的人。哲福晋，为了皇太极与科尔沁，如此委曲求全，牺牲自己，真是难为你了。生在贵族家的女人，命运本该如此，只能有家族大义，不能有个人小情。是啊，出身名门，就要背负家族荣辱的责任，不能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，有时候还不如奴才自由。是啊，只是我已接受了这个事实。可布木波太年纪还小，又对贝勒爷一往情深，误以为感情是努力争取便会得来的。多有冒犯福晋的地方，我代他向您道歉，还求您能原谅。主子，您当真就原谅布木布太了吗？布木布太是性格刚烈、敢爱敢恨之人，又何须我原谅？你可知这赫图阿拉城里也出过好几个这样的女子？福晋，您这说的不是您自个儿吗？我看你这个嘴啊，是越来越厉害了。我说的是舒尔哈齐的女儿，孙代哥哥。也不知道他现在过得怎么样了。贝勒爷说的真没错，福晋，您总爱操心别人的事。这么小也在府里当差？她额聂是大福晋房中的小侍女，所以自小在府里当差。真是荒唐，这个年纪正是读书写字的年纪。她叫什么名字？哈季兰。哈季兰，奴才在。你过来。是。奴才给不悠然福晋请安。哈季兰，我问你啊，你可有读书写字啊？那你想学吗？可我额聂说，我们这些当奴才的，唯一的职责就是伺候好主子，不要想些没用的事。你额聂呢，说的对，说的也不对。只有学习好了，才能更好的伺候主子。你若是真想学习啊，每日午后你到我屋里来，我教你。还不赶紧谢谢我们福晋，遇见我们福晋是你这辈子最大的幸事了。谢谢不悠然福晋。不客气。子曰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”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进来吧。子曰：“学而时习之，
不亦乐乎？子曰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乐乎？”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听说你今日教小侍女们念了一个时辰的书。他们本就到了该读书写字的年纪了，出身好坏没得选择。但是既然有机会，就应该让他们多学一点啊。你一直都是如此的温柔善良。又编排我。那既然这样，我求你一件事情，可好啊？莫说一件，只要是你要的，我都给你。你可别说大话，先答应了我才是。说吧。哲哲福晋是科尔沁部落莽古斯部落的独女。科尔沁有2位父亲，既然你现在已经将布木部台幽禁起来，那么可否让哲哲福晋回到原来的寝房？我是怕闲人听到了，搬弄是非，到时候又要说你打压科尔沁的势力了，那就不好了。我近来也有此打算。这样吧，我今日便传令，让哲哲住回原来的屋子。对了，韩阿玛今日决定攻打卡尔喀、扎鲁特部。你是说韩阿玛不亲自踏破卡尔喀，他怎么也不能安心。韩阿玛他志意亲政，今日在殿前点兵。二哥主动请缨，便领兵打头阵，我自然是无从推却。那我跟你一起去，我跟你一起随征扎鲁特，那个地方地形我也熟，我肯定可以帮到你的。你这是胡闹，打仗又不是儿戏，更何况你一个女人，如何在战场上抗衡那5大3粗的蒙古兵？你乖乖在家里，我会尽快回来的。我不要，你去哪儿我就会跟到哪儿的。你休想把我撇在家里，我可不要沦为你那些妻妾一般，整日只能等着你，却没有任何期盼。这不是一码事儿。你当然跟他们不一样，我是不愿意看到你在战场上犯险。你能犯险，为何我就不能？与其在家里干着急，还不如跟你一起上战场呢。我可不想一辈子都被困在这无趣的牢笼里，你这样，就好比是用一种残忍的手法在慢慢扼杀我的生命。有人啊！皇太极，如果你不能满足我这个要求，那就还我自由吧。好，我带你。真的？真的。那你要派一个人教我习武。